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每天睡觉都会用到枕头，我们换洗枕头的时候，是不是只会换洗枕套？那枕芯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多人家里的枕芯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清理过了，甚至一些人家里的枕芯都发黑了。但是因为套上枕套就像崭新的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并不会花心思去清理枕芯，但里面的细菌含量以及螨虫含量非常的高。螨虫是一种微生物，人的肉眼看不到。假如你能看到，就会见到床上密密麻麻的螨虫，它们看着比蟑螂还要可怕。累了一天回来，和这么多的虫子睡在一起，就是个安全隐患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有数据表明，5天不洗被子枕头，就会有近100万只的螨虫出现，1个月之后就是几百万，3个月之后就会翻倍。特别是一些男生的头发油的比较严重，那枕头里面的螨虫含量就会更高。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充满螨虫和细菌的枕芯儿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可能会越来越油，而且可能脱发也越来越严重。这些人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，还是导致过敏的头号病原体。目前有97%的人感染螨虫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适现象。人体被感染螨虫之后，轻度的会出现痤疮、皮肤粗糙，重度的会出现脱皮、皮疹、过敏性鼻炎、哮喘等，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。夏季是除螨的好时节，阳光很充足，连续暴晒就能很好的除螨，但是并不是很彻底。想要彻底除螨，教你一个必杀技，把螨虫除光光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洁枕头的小妙招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喷壶，然后往里面倒入一些花露水。花露水是由酒精、香精等成分打造而成的产品，其中酒精具有一定杀灭螨虫的作用。使用花露水可以达到轻微的除螨虫效果。当皮肤被螨虫叮咬产生瘙痒、红肿等症状时，可以局部涂抹花露水，帮助缓解症状。再倒入一些清水，拧紧喷壶盖子，接着拿起喷壶，这样来回的晃动2下，让水和花露水可以更好的混合在一起。来看一下它的妙用吧。我们将这个溶液均匀的喷洒在枕头上面，喷的时候可以拿远一点，每个地方都要喷到。然后我们再准备2个黑色的塑料袋子，把枕头套在里面。套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它放在太阳底下晒，因为黑色塑料袋具有很好的吸热性。由于黑色对任何颜色的光波都可以全盘吸收，因此用黑色塑料袋套住枕头放到阳光下，可以增加太阳的杀菌消毒作用。一般用黑色塑料袋套住枕头放到太阳下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外界环境中的灰尘和杂质，另外还可以增加枕头吸收的太阳能量。因此这个小小举动是一劳多得。以上介绍了去除螨虫的小妙招，那么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，什么是螨虫呢？螨虫对人体到底有什么危害呢？下面就为大家解答一下。螨虫又名尘螨，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害虫，肉眼不容易看见，多分布在床上、人身上，会使人出现过敏性皮炎、支气管炎等疾病。
尤其是床上最多。那怎么判断床上有螨虫？如何快速除去？其实螨虫有很多种，床上的螨虫统称为尘螨，它与人类关系接触的最密切。常见的几种螨虫过敏，90%都是和这种螨虫有关系。无论是螨虫的尸体，还是排泄物，都能引起一些过敏，而且根治起来非常麻烦。日常减少接触非常重要。螨虫是种肉眼看不见的害虫，大小一般只有 0.5 毫米左右。目前发现的已有50多万种，多分布在床上、毛发、室内各个角落及皮肤上，几乎生活中每个地方都有。螨虫危害很广，可诱发各种皮肤疾病，会使人的毛孔堵塞，出现瘙痒、痤疮等，同时还可使角质层增生、毛发脱落等。其中过敏和呼吸道疾病是最常见的。因为螨虫以毛根壁为食，吸取毛根营养成分，从而出现脱发、头屑、头部瘙痒等问题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床上有螨虫呢？方法一，看皮肤有无瘙痒。晚上睡觉时，若皮肤出现瘙痒症状，则说明有螨虫，或者有没有过敏性鼻炎、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皮炎。螨虫咬伤后，会在皮肤产生红色丘疹、丘疱疹、水疱或丘疹性荨麻疹样的皮疹现象。有时候还能够在皮损的中央发现虫咬瘀点。方法二，闻味道。将枕头放到太阳下暴晒，暴晒后闻上去，有股味道就说明有螨虫。我们知道了床上有螨虫后，应该怎么除螨呢？除了用塑料袋套上枕头后暴晒这个办法外，室内经常通风，清洗床上用具前，先使用高温水浸泡，也能有效除螨。其实如果想要螨虫不接近我们，选择一款天然的乳胶枕就可以做到了。天然乳胶枕中的橡胶和蛋白能够抑制病菌和过敏原，抗菌率高达 99%。其次，由于天然乳胶枕本身带有一种天然味道，蚊虫是不愿接近的，螨虫无法附着，所以防螨抗菌的功效被高度认可。但是人工合成的乳胶枕并没有这一功能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